生男生生女生要怎么样生男生女呢？这个呢，我去看了 paper， 从1960年看到2018年，2018对，然后还有一些书，整理了一些东西给大家。男生女就是可以提供大家参考，这个是科学的研究的证据，并不是我说的，也不是我要主持公道，也不是不需要你要不要相信那是你的事，但是我讲的并不是我发明的，是 paper 上面有的，我把它整理起来给你们，这样子 OK 吗？男生跟女生，你们知不知道这个 sex 跟 gender 不一样？就是我们女生生男生跟生女生的那个性别是这个叫生理性别。那 gender 呢是社会性别，那这个就是性别平等里面内容，我不多说。反正我今天要讲的是生有阴茎的男生，没有阴茎的女生。我讲的是这个哦，不是说生出来他会那个婴儿会变得很 man， 会变得很温柔，不是这种东西，是生理上面的改变。目前呢，有什么样的方法是确定的呢？我最后可以跟你们说。那我先跟你们讲，你们应该知道生男生跟生女生的染色体，有学过生物应该都知道吧？男生是 X 跟 Y， 女生是2个 X 嘛，这样对吧？好，那因为这是女生提供的，所以 X 跟 Y 这个是来自于精子，所以生男生女取决于男生，但是要让 Y 跑到女生里面去，还是让 X 跑到里面去呢？有一些方法，饮食、做爱的时间还有姿势，但是后面都会再慢慢的跟你们分享。第一个可以跟你们讲的是说 ，Mr. Gelatly 他说呢，我们的这个染色体一个来自爸爸，一个来自妈妈嘛。那来自每个男人都有不同的 X 跟 Y 这2种类型在里面。基因里面有2种不同的类型，一个是 M， 一个是 F。就是这个 Y 里面有 M 跟 F， 那这个 M 跟 F 会有3种组合就是 MM， 那就是比较偏女生的，那就是 MF， 然后跟 FF 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是这个 MM 呢就会提供多一点 Y，MF 呢就是 Y 跟 X 各半，那这个 FF 呢就是提供多一点 X。这个是男生的这个基因里面本身就有这2种部位，这2种类型在里面。男生的基因本身就有这2种类型在里面，这2种类型有3种组合，所以男生身体里面有可以决定你比较容易跑出 Y， 比较容易跑出 X， 还是都是平等的这样子，这是我们身体的问题。好，那基因呢来自父母。那我看了一下，我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就是说生男生女这件事情啊，在大部分来说，这 in general， 其实世界上面都会有一个 roughly 的，就是粗浅的男生女生的分布，基本上是一半一样的。因为呢，我们的生态很有趣，比如说，当世界第1次还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死掉的都会是男生嘛。那当男生死掉比较多的时候，这个世界大战之后的这一群人，这一群女生生出来的 baby， 她就会生比较多男生，为了去维持前面失去的这么多男生的数量。那所以世界战争之后都会有个婴儿潮嘛，那婴儿潮里面就会比较多男生，就是基因决定的。那个是2009年的 paper。2009年6月的 paper 就是 changing population and sexuation may be explained by changes in the frequencies of polymorphic of sexual genes， 反正就是说是基因决定了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的男生跟女生的比例。那至于比较细的呢，我们等一下再来分享，因为它这个是用一个概念的模组去做的研究。那这个里面有讲说，来咯，这个基因决定的呢，当这个男生他有比较多的兄弟的时候，这个男生他生男生的机会就比较多。那这个男生呢，他如果有比较多的姐妹的话，
那这个男生生女生的机会就比较大。女生不算哦，是看男生。这个是这个基因理论，它里面提到的。你的男朋友或你的老公，他的家里面的兄弟姐妹多的话啊，兄弟多的话，他生男生几率高；他的姐妹多的话，生女生几率高，这比较简单的。好，再来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要讲说饮食。很多人都说什么女生要吃什么，男生要吃什么，对不对？其实我看了之后，根本没有这些东西啊。我先从前面开始讲，一开始比较早的呢，我讲结论好了。一开始的研究有讲说，妈妈他们做的研究就是叫妈妈吃早餐。那妈妈吃早餐呢，她发现吃比较多 cereal 那个谷类的早餐的妈妈，摄取比较多能量跟卡路里的妈妈，生男生的机会比较高，这是有相关的。好，我直接跟你们讲结论好了 ，paper 应该不用念了吧？你都不想听了。好，结论。没有男生要吃肉，女生要吃菜，没有男生要吃肉这件事情。那女生为什么要吃菜呢？我等一下就要讲了。男生基本上饮食是跟女生一起就好了。里面有一篇研究是让丈夫跟太太一起吃的啦。那你想要生男生的话，要吃什么？但是它这个几率，饮食法的几率都是70%到80%哦，不是100%哦。所以如果你这样子吃没有生，不关我的事哦。研究也只有说70到80%的百分比而已，几率比较高。好，男生要注意饮食。如果你想要生男生的话，你也要补充叶酸、维他命 C、维他命 E 跟锌。好，再来，重点来了，女生，你如果要生男生的话，这些饮食的补充不是在怀孕期间，你在怀孕之前就要有一段时间的这样子吃这样子的食物，才有办法改变身体的荷尔蒙啊等等，反正改变你的体质，去让你的身体接受到 Y。好，那女生要吃什么呢？女生要吃比较咸的食物，钠高的、钾高的。但是如果你是有慢性病的人，你有肾脏病啊、高血压啊、心脏病啊等等的，那这个请你问过医师再说。那生女生呢，就是低脂、低卡路里，因为刚刚说男生要高卡路里嘛，然后还有早餐很重要。要生男生的女生要记得吃早餐，这是研究讲的。那如果你想生女生的话，你就不要吃早餐。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，反正我看很多篇，它的结论就是这样啦。这个是饮食法，饮食法参考，但是前提是你要得先怀孕。这是饮食嘛，生男生的话是女生吃哦，女生孕前就要吃了哦，你怀孕之前就要吃了哦，怀孕的期间吃没有用哦。好，生男生你要钾高，钾跟钠。钠怎么写？钾跟钠要高，吃钾高跟钠高的食物。那女生呢？吃钙、镁高的食物。这个是我看 paper 看到后来最明显的差别。妈妈，如果你要生男生的话，怀孕前就是吃这个食物，然后女生要生女生吃这个食物，但重点是你要得先让自己容易受孕啊，这个是问题哦。你要先容易受孕，你才能决定要不要生啊。好，那要吃有哪一些食物呢？像钠高、钾高，比如就是比较咸的啦。想要生男生的女生，你孕前可以吃像香肠啊、肉啊，还有那种它 paper 里面写的是那种 canned soup， 就是罐头里面煮汤，你倒出来就可以煮汤的那种，反正就比较咸的，或是什么午餐肉那种咸咸的饼干啊、海鲜啊都可以，反正是咸咸的都可以。那还有什么带皮马铃薯啊、酪梨，但是不能喝牛奶，不能说不能啦，少量，因为牛奶里面有含钙。那女生呢？女生要吃的呢，就是低脂啊、低卡路里啊、镁
镁啊、钙啊，所以女生要喝牛奶，补充蛋，然后深绿色的蔬菜，这是生女生的哦。所以女生多吃蔬菜水果，比较容易生女生。那至于男生要吃什么呢？研究没有说，就跟老婆一起吃就对了。那重点是饮食改变，建议是小量长期的改变，你不要短时间大量的吃，其实这样子对身体都不太好，你的身体的体质改变也不是1-2天的事情。有一本书叫做《Chasing the Gender Dream》，你们有兴趣的人也可以去看。那至于为什么高钙跟高镁会吸引到 X 的精子，高钾跟高钠会吸引 Y 精子呢？这个目前机转不明，所以只能这样子跟你说。那因为饮食改变会影响我们身体的荷尔蒙啊，跟离子，就是这些东西。那还钾高钠高还有什么香蕉啊等等的。好，这是饮食法。那还有女生还可以吃一些豆类啊、cheese 啊、奶油啊等等的蔬菜水果。想要生女生的，那重要的是，如果你要生男生的话，就不要喝这3个东西。孕前就不要喝了，因为咖啡跟茶跟酒它都会让钙比较高。如果你想生女生的话，那你可以喝没有关系。还有糖，咖啡、茶、酒、糖都是让妈妈容易生女生的体质。第2个方法叫做 Shettos Method， 那个你们查应该会知道 Shettos Method。那这个人呢，他在1960年就提出了一些他的看法，就是你要在什么时间点做爱，你要用什么姿势做爱，你才有办法生男生。我以下提供的都是生男生的，那相反的就会是生女生的。我个人没有什么喜好，我只是单就研究的那个跟你们说。他出了一本书呢，现在2006年有最新的版本，就是 How to Choose the Sex of Your Baby， 你们有兴趣也可以去看。男生的 X 跟 Y， 这是男生，这是女生啊。男生有 X 跟 Y 嘛，啊，女生 X 跟 X 嘛。那男生的 X 跟 Y， 这个 X 呢，它长得这个是卵形头，我随便画的哦，卵形头。它比较重，然后比较大，比较重比较大，所以动作比较慢。那这个 Y 呢，它是圆形头，比较小，它比较轻，比较小，这样。所以做爱的时间点不是什么早上晚上哦，是女生的排卵期。女生排卵期会有一天是排卵日嘛？那这个排卵日的前4后5会有一段是排卵期嘛？那因为你看哦，如果这个头比较大、游比较慢的是生女生，这个游比较轻、比较小的是生男生。那这个轻比较小的比较容易死啊，所以你如果要生男生的话，你就要最好在排卵期当天做，因为它容易死，可是它游的比较快，因为它比较轻。所以如果你在排卵期当天做的话，它就会跑第1名。听得懂吗？好，那假设呢，你想要生女生的话，那你就在排卵期前3天、后3天前跟后生。因为这个比较重比较大，它会游比较慢，活比较久，所以那就是生女生。好啦，想要生男生就是排卵期当天做，生女生就是不要在排卵期做，这样有清楚了吧？尽量不要在排卵期做，因为精子会在体内存活，所以就算你没有在排卵期做，它存活了，还是有可能会遇到你的卵子。但是后面有一篇 paper 呢，我有看到一篇 paper，1991年，它其实这是1960年的嘛，1991年它其实就有反驳了，它这个反驳的结论是刚好相反的，它是说排卵期反而是要超过3-4天以前或2-3天以后，才反而容易生男生，所以其实这个说法，研究里面跟书上也是2面说法，所以你们都可以试试看，我只是把那个研究的结果跟你们说。那原因是因为为什么这个研究原因是这样子呢？是因为我们的女生在月经这个排卵期的时候，
性腺荷尔蒙，就是女生在排卵期的时候 ，FSH 啊、LH 啊，女性荷尔蒙会增加。那这个女性荷尔蒙，那个研究里面的理论是女性荷尔蒙会吸引 X， 所以那篇 paper 认为在排卵期做爱会生女生，但是 Shuttle 他认为，因为他有比较快。所以在排卵期做爱会生男生，那至于生男生生女生，现在也没有人说会怎么样，只是跟你们说他们的原因理由都不一样。另外，1995年有研究说，其实这些时间都不重要，因为他觉得要受孕的几率本来就不高了，那你也不知道精子会存在女生的身体里面多久。2001年的 paper 我们刚刚是不是说生女生的精子头大？生男生的精子比较小，但是2001年那篇 paper 它的结论是 X 跟 Y 的精子，它们并没有形态上面的差异，所以并没有头大头小谁重谁轻这件事情。所以这2篇研究都是推翻了 Shuttle 说的排卵时间做爱会比较容易生男生的说法。那没有谁对谁错，就是每个人的立场跟理论不一样，我就提供给你们参考。Shuttle 里面还有提供的是什么样的姿势会容易生男生？刚刚说了嘛，你要生男生的话，这个生男生的这个 Y 它很轻，跑很快嘛，所以你要帮助他跑快一点。所以你必须在排卵期当天啊，这个女生不是尿道、阴道啊，阴道在这边嘛。那你要放进去的时候，如果你在射精的那个时候，如果龟头越靠近这边，越容易生男生。你放入的越深，越容易生男生。那哪一个姿势比较深呢？就是从后面来。我结论，然后生男生的女生要吃咸的。吃热量高一点的，吃碳水化合物，然后在排卵期当天用后面的姿势跟老公做爱，有够清楚了吧？生男生，你们去试试看有没有用啦？吃比较重咸的食物啦。好，那如果你要生女生的话，你就吃牛奶啊，吃 cheese 啊，吃奶油啊，吃菠菜，吃比较那个清淡低脂的啊，吃蔬菜水果啊。那不要在排卵期的时候做爱，在排卵期的前后做，够清楚了吧？生男生跟生女生的。还有第3个说法，让女生先高潮，容易生男生。为什么呢？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，我之前有跟你们应该讲过很多次了吧？跟倒立没有关系。等一下，我跟你们讲，射精那一瞬间已经决定了精子会不会进去，所以你在射完倒立呀，还是要走马戏团、吊钢索，还是要干嘛？那个已经不影响了，因为它已经在射的那一瞬间进去了，所以。刚刚说从后面来，是因为在射的当下，从后面来，龟头最接近子宫颈，它会把精子把小孩送到校门口里面去啦。你不要把小孩放在对接马路啦。啊，如果是面对面的姿势，就比较容易把小孩放在对接马路，他还要过马路。那如果你从后面来，你把小孩直接送到校门口，他就直接进去了，这样有清楚了吧？所以。这个跟你要不要倒立都没有关系哦，因为小孩已经在校门口了，你再怎么倒立，他都已经进去了，外面的就是会被流出来。女生啊，尿道、阴道，然后尿道这边有2个点点嘛，2个分泌孔嘛，叫做skin scan， 然后这个是巴氏线。好，当女生在兴奋的时候，这个是巴氏线。刚刚你们还记不记得，女生的阴道是弱酸性的，对不对？男生的精子是碱性的，对不对？你们还记得吗？精子是碱性的，女生兴奋会分泌这个巴氏腺的液体，那这个巴氏腺的液体它是碱性的，所以女生越快乐，你生男生的机会就越高，因为它这个液体分泌越多，就越容易帮精子游到里面去，不然它在酸的过程当中会游得很困难，就很容易死。让女生越快乐，生男生。重新整理一次哦。
饮食、时间、姿势高潮。如果你要生男生啊，你要生女生，这是饮食。男生的饮食呢，要甲高、钠高；女生呢，要钙高、镁高。讲简单一点，要生男生的就是重咸，加当咸呐，清淡，然后蔬菜水果啊，或者是你们自己上网查富含这些的食物是什么。时间，如果你要生男生的话，在排卵期，最好排卵当天。现在那个什么，外面都有卖排卵试纸，你可以去看你有没有排卵当天。那这个呢，就排卵期前后2到3天。这个是 The Shuttle 的方法哦，啊，这饮食不是它的。好，姿势呢，因为 X 跟 Y 嘛，这个 Y 就是跑得比较快、比较矮、比较容易死。啊，这个 X 就是长得比较肥、比较大，可是存活比较久。所以，如果你要让这个长得比较小的这个男生跑到跟卵子结合，你就要在卵子一出来就把它送进去。怎么送？那就是在这个排卵当天，用什么姿势？用后面那个叫什么式啊？狗爬式吗？反正就从后面来啦。从后面来的原因是龟头最靠近子宫颈，它可以把你的小孩，把那个 Y 小孩直接送到校门口，让他不用过马路。因为这个 X 嘞，它可以过马路 ，Y 小孩过马路就被车撞死了，你就只能生女生了。所以你从后面来呢，就是把小孩送到门口，他就可以进去找他的卵子了。那个 Y， 因为 Y 不会过马路，会被撞死 ，X 可以慢慢的过，它可以活很久。所以你要生女生的话，你就在排卵期前后，因为那个会死的已经死掉了，就会剩下大头宝宝慢慢走，就会生女生了。这样听懂了吧？那高潮呢？因为男生的精液是碱性的，这两个啦 ，X 跟 Y 啦，大头小头的这宝宝，他们喜欢在碱的环境里面，所以女生的环境越碱，他们游越快，所以你要让女生先高潮，要有那个环境，再把精子送出来，然后再配合这个 Y。饮食呢，都要在怀孕前几个月就开始准备了哦，然后让女生高潮，先让女生高潮，女生越湿就越容易生男生。这个理论，这个为什么要排卵当天？为什么要从后面来？为什么要让女生先高潮的理论是 The Shattles Method 的它的理论都是来自于 X 头大，游得慢，但是活得久。Y 呢，头小很轻，游得快，可是容易死。还有一个方法是用阴道灌洗的，我个人很不推荐阴道灌洗，所以我今天其实没有想要讲这个东西。那有兴趣的可以去买他的书看，但是我还是我个人的立场，不要阴道灌洗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就是不要把东西放到阴道里面去刷洗就对了，因为这样子只是让我们自己的女生的身体的防御能力变低而已。The Shattles Method 刚刚不是有讲2篇 paper 吗？都被打枪。有一篇 paper 说嘞，这2个明明就没有差别，都长一样。那另外一个 paper 说呢，因为排卵当天的女性荷尔蒙会，排卵期女性荷尔蒙会改变，女性荷尔蒙明明就喜欢 X， 那其实应该这边会生女生才对啊。反正都被打枪，那反正都有他自己的成功几率，你们自己去决定，不是我的立场啊，我只是把知识告诉你们而已。最后，有什么方法最有可能确定保证？目前看到现在那么多 paper， 这么多研究，这么多书，没有一个方法可以给你保证说你这样子做一定可以生男生或生女生，除非试管婴儿。在外面接好之后再放进去，但是我自己的立场，我不认同为了性别这样做，但是我觉得那是每个人的选择，就是尊重你们的选择。我是觉得，不管男生还是女生，其实在我们的性别平等里面，它只是我们的外壳而已。外壳有阴茎，外壳没有阴茎，就这样子，那个只是一个躯壳，里面住的那个灵魂，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是谁？我觉得才是重点。我觉得你就算生了男生出来，他想要当其他的性，也不能说性别，其实对我来说就已经没有性别了，就是
2个不同的躯壳装着各式各样、上千上万种有各自特色的灵魂，就这样子。那个躯壳男跟女只是为了生物性的传宗接代咯。那其实我觉得人本来就不应该二元论的分法，人本来就不应该分2个啦。那不管他是男生还是女生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样子。我们除了要喜欢自己的样子之外，我们也要尊重别人原本的样子，而不是用我们的标准去评论人家怎么样，而是从别人身上看到他的优点。我觉得这个才是会让世界会更好一点的原因。重点我觉得不是生男生女，是你提供小孩什么样的教育，还有最重要的是夫妻2个人的感情好不好，是让小孩有没有办法快乐长大，有一个健全的心态的最主要的原因。那个夫妻配偶啦，不一定要男女，男女都可以，只要在这个家里面提供的爱够多，那个小孩就会健全的长大，不管他是男生女生，都会有他的特质在。所以我觉得男生女生都好，都没有办法控制啊。我们能控制的就是自己，你也不能控制你要生谁出来，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很难保证啊。但是你们有兴趣的可以试试看，然后试完之后再跟我分享你们的结果咯。男生目前的饮食没有说什么男生要吃肉，男生要吃菜，没有，男生就跟着老婆吃啦。老婆快乐，宝宝才会健康。那老婆要怎么快乐？你就是老公要体谅。那今天晚上一样，感谢你们来，晚上今天到这边咯。希望你们有听得懂这些比较有点复杂的东西。拜拜。